谢谢各位，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荣幸能给今天这场演出做开场、做暖场。而且你们知道，《喜剧之王单口季》这个节目的发起人是周星驰先生，今天是半决赛了，周星驰先生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总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现在觉得节目组欠我一个解释，真的。说像不像那个经典的骗局是吧？你收到一条短信，我是周星驰，来参加我的脱口秀节目是吧？就让你主演我的电影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不然你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蒋龙在这里，对吧？开玩笑，开玩笑，澄清一下，不是骗局，是吧？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真的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我甚至已经见过他2次了。今年周星驰先生在我这里的地位跟海澜之家是一模一样的。男人1年要见2次周星驰。而且节目组真的挺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个节目在刚刚开始官宣的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作孽，谁关心脱口秀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比奥运会更好看，对吧？即便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也要说，是吧？我心目中最好看的依然是我太太。开场就是可以胡来啊。第2是奥运会，对吧？脱口秀排第3，真的。俩节目在一起排第3啊！而且认真的说啊，这个夏天因为有2档脱口秀节目，对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节目变多了，机会也变多了，大家都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但你想，还有什么行业1年能有2个名副其实的大王？对吧？有20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10强，跟好多大学的那个排名是一样的。你看，虽然节目上你看到了100个脱口秀演员，但来了就是50强。脱口秀今年正式迈入双一流的时代。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如果最后两边的冠军恰好是一男一女，然后这2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结婚生子，这个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我父母双亡啊？而且演员真的很幸运，是吧？我们还有京都念慈庵，对吧？跟大家说，付航跟刘洋争得最凶的根本就不是冠军，就是念慈庵。你想，如果没有念慈庵，他俩那个表演风格，演完第1期嗓子就废了，后边全得给你们演哑剧。我们就是哑剧之王单口季。这个夏天真正辛苦的只有各位观众，真的有观众在跟我说，哥，这个夏天3档喜剧节目，你们还有衍生节目。哥，我现在每周要看17个小时的喜剧，我好累啊！台上5分钟，台下17个小时，喜剧的内核是马拉松啊！每周看完，精神是放松了，身体垮了。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每周最盼望的是周一。真的，聊到最后他已经神志都不清楚了，拍着大腿问我说：“你说说这个比赛对劲吗？啊，凭什么哈哈曹的票数没有黑灯高啊？”你说那个刘洋他怎么赢的广智啊？我跟你说，要不是袅袅没来，吕岩他们队根本就淘汰不了。我说咱都看成这样了，要不考虑停一边的会员呢？我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啊，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节目嘛，服务大家，娱乐大众。那就不妨做的再极致一些，对吧？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嘛。而且我们都知道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你干脆就每周2边各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然后他俩 PK 一下，多刺激，对吧？然后而且你不光能看到各种笑话段子，你还会看到很多就是人性的部分，就是那种排兵布阵，是吧？你想一边在那儿群策群力，然后团队协作，就改段子加笑点，然后派出最强的呼兰，然后这边大幕拉开，南瓜闪亮登场，呼兰哥你的外卖是吧？然后就走了，多精彩！付航躲在幕布后边，嘿嘿嘿，没想到吧？战术马楼赛马。马楼赛马。而且你也不用一周在这儿播17个小时，2小时就够了。我们就搞直播，对吧？每周5晚上就直播，然后你再请2个国外那种名不见经传但实力非常过硬的脱口秀演员。
就是给我们所有人打的都不行了，只有王建国奄奄一息，是吧？我觉得到时候今年所有没有参加比赛的脱口秀演员都会出来发微博支援我们，是吧？就看不得这种场面，三旬国仔守国门。内蒙脱口秀演员杨蒙恩申请出战。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啊，我也很想看，我也很想看，是吧？我是吧？我也看热闹嘛。而且我已经把我这个 idea 都完全都整理好了，我准备卖给那个第三方的平台了啊。因为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谁做都不合适嘛。而且咱们做给观众看，我觉得观众看完最后也会说一句：“哟，酷。”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好。希望演员们演得开心，也希望各位观众看得开心，就比什么都强。尤其是一会儿还要比赛的朋友们，加油！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前的最后一班岗，好吧？加油！喜剧永远属于所有演员和观众。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欢迎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是今年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而且你知道，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你知道吗？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我进组那一天正好主演在杀青，非常感动，流着眼泪捧着花说：“哎呀，谢谢大家。”我说：“好，3、2、1，请锁票。”但是还是很开心，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呀！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我说闭嘴吧，闭嘴吧，真的，叫我庞叔。哎，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一会儿你们看吧，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挺有意思的。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也叫奇异果，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叫爱奇艺国际版。哎，对，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谢谢佩森姐姐啊。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叫 kiwi 是吧？我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好不好？叫 kiwi， 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S-I-R-I 就叫 Siri，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我每天就要，嘿 Siri， 请打开我的 WiFi，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Time。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你怎么看待这句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很神奇。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突然间就急眼了，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对吧？你看听着听着音乐剧，突然就站起来了，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要冒犯别人，首先你要有力量，对吧？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如果笑很有力量，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而不是战争的故事，对吧？《三国演义》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诸葛亮笑死王朗，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王朗说：“完了，今天是要笑不活了。”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喜剧之王3国记。我想问大家，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是王朗的话。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我感觉到被冒犯，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在20年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
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非常火，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三体校，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叫三体吧。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是吧？小说《三体》，然后横空出世，然后三体吧就被三体的书迷占领了。所以理论上，北京市第三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三体人入侵的地球人。我觉得都可以想象，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对吧？搞什么？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真是。三体的书迷也很无辜，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刘慈欣说：“哦，主不在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当然冒犯。生不生气？当然生气。怎么办？没有办法。李白曾经说过：“如何呢？又能怎？”所以我觉得，不如笑一笑，不妨就笑一笑，对吧？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三体的书迷，咱们一起去弱智吧。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肯定会很欢迎我们。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哎，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happy 起来啊！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我要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三体校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叫《地狱笑话秀》。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开开玩笑，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你想一想，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200-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干什么？今晚80后脱口秀吗？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当时大家有个群，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2个演员，2个演员，跑不快，跑不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手在哆嗦。黑灯跑得快。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你们知道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是吐槽小佳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小佳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太神奇了，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名字就叫《速度与激情》。你们知道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当时小佳在群里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当然啊，这不是小佳的原话，他的原话是：“这也太好笑了吧！”谢谢你们啊，你们笑了，你们鼓掌了，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哇，北京市第三体校，哇，太惨了，我要笑一笑。我是小佳的朋友，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观众真的太可爱了。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对吧？所以不如就笑一笑，对吧？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啊。
对我来说，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1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长亭外，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那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
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激动，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怎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一位同学会走调。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好，谢谢啊，谢谢。别人笑我太疯癫，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我讲这个话题，是吧？我几乎是全行业最温顺的演员了吧？是吧？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付航不在这个话题？付航，你不讲疯癫，你疯了吗？不过付航在这个节目的出现啊，给我一个经典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仔细的去寻找我跟这个疯癫的关系啊，找到了，朋友们，还是找到了。我家住在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的对面。不知道的朋友，那里是著名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啊。是的，我现在的脱口秀是典型的上海演员的写法，就是根本不在意你们外地观众能不能听得懂。但是荒谬的不是宛平南路600号，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经常我一出小区就看到2条队伍，是吧？一边在那儿挂号拿药，一边在那儿打卡拍照。你根本分不清谁更需要治疗，真的。我不理解，你在这里拍的照片，你能写什么文案，对吧？上海市内环还藏着这么小众的精神病院，你们上海人嘴也太严了吧？姐妹们，谁懂啊？真的，有的时候天太热了，你知道最近天太热了，就是打卡拍照那边有人就插队就吵起来了，还要看病的那边来劝架。冷静冷静，深呼吸，别着急。哎，我这儿有个安定，你先吃着，我还能控制住自己，是吧？我不理解，是吧？我不理解，拍照这种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对吧？特朗普也是到了78岁才拍到自己人生照片的。但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一个人，他离社交媒体越近，他离正常人类就越远。因为社交媒体上能看到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量级的关注。你想，你发出去一条动态，理论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所有人，你的前任易烊千玺，你的现任徐志胜，是吧？都能看，这是4个人啊，这是4个人。但他们都能看到，真的。我有一个朋友，男生，他有一个不是非常大众的爱好，就是拼拼图。然后拼完之后，他就发小红书，然后很快就积累了一些粉丝。但大家都知道，粉丝这种东西就是长着长着就不长了，然后他就陷入某种焦虑。首先就是这个焦虑本身就很荒谬，人类是不需要粉丝的，我又不是扇贝，是吧？其次，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奇怪，就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就是健身。他身材很好，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穿个小白背心在那拼拼图。你知道他那个账号画风就很奇怪，每天都是呀这一块放哪儿呢？会不会是这一面呢？呀，怎么哪儿都放不进？哦，难道是左边？算了，先放一边吧。哎呀，呆住了！哎呀，以后咱直接就在这儿拼吧，真的。
好奇怪，真的好奇怪，好端端的一个朋友，突然就变成椰树直播间的主播了。他还跟我说：“哎，你看我自媒体做的不容易，帮我点点关注。”我说：“不了吧，我对这个背心儿没有兴趣。”真的。他说：“我让你看拼图，我这儿的拼图都非常的厉害，确实很厉害。他有一幅全是天空图案的拼图，纯蓝色，非常难。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拼呀？他说我有办法。你看啊，所有拼图都是4周都是固定的，你从边上慢慢的往里拼就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我说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然后你就可以狠狠的擦它。”这件事我去查了，这件事在科学上有一个解释，叫观察者效应，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看着跟没有人看着，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都知道，小学老师就跟我说过，是吧？说上课呢，你在底下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站起来，你当着全班同学面说。原本滔滔不绝的我，瞬间哑口无言。观察者效应最著名的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就是那个猫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人在观察。我觉得薛定谔这个人是非常懂社交媒体的，因为这个理论翻译一下就是，不管你这个实验设计的有多巧妙，如果不发到网上，不被粉丝看到，就没有任何意义。薛定谔是吧？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萌宠博主，主打的是开箱视频。但是我认为，就算薛定谔生在当下，他也做不好一个小红书博主。首先，个人简介怎么写是吧？啊，量子物理，一个竖线，瑞士瘤子是吧？INFP 是吧？其次，我觉得他更不可能好好的推广科学，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真的想看量子物理，我们其实只是喜欢3分钟看懂量子物理。薛定谔最后也只能怎样？他也只能发广告，发爱因斯坦的八卦，直播的时候讲爱因斯坦的八卦，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开始带货。总之，大数据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粉丝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社交媒体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别人一看你这也不是薛定谔的猫呀，你就是巴甫洛夫的狗。谢谢大家。好了，坐下吧。好，来，大家还挺热情的哈。本来呀，说实话，第2轮准备了一篇纯那个生活观察段子，完了，第1轮那个读稿的准备2篇嘛，导演组读完稿说，翟亚宁就感觉你冒犯你还没冒犯够啊，说你要是能极限再冒犯1篇。咱就让你讲，我连夜熬一宿，又冒犯了1篇。首先对这个赛制我就不太理解，刚才不都比完决赛了吗？按照正常的顺序，我现在该领奖啊，跟那可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我跑100米，完了我刚跑完第1，让前3名们再跑一遍。我跟你讲，朋友们，我最不理解就谁，就这2位兄弟，你还有姐妹你俩就这个位置，我一直对这舞台就不太理解，你俩能看着什么玩意儿？你俩相当于面对着那个电脑屏幕背面做 PPT， 你俩。脱口秀这个比赛综艺比10年了哈，比10年了。郭麒麟老师，哎，是不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来，快，该有人冒犯这5位评委了是吧？哎。朋友们，段子都是假的啊！咱5位叫气氛组组长是吧？哪次气氛是你们带起来的？那我看不能是观众笑完你们再笑的吗？而且是吧，我比2年了啊，就这5位嘉宾，我发现就是。意见议论呢，就是这个对段子的意见评价没有出现过分歧过。咱不是说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吗？那5个评委怎么就1个单口喜剧演员呢？是吧？从来都是杨天正
老师，我认为这段子好。完了，黄子韬老师说，他把我想说的话也全说了。邪门了这玩意儿。哎呦，咱们五位这关系有点像那个汇仁牌肾宝了，他好我也好啊。哎，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再不一整就是来那种飞行嘉宾啊，飞行嘉宾，我们也不是针对今天这3位老师，说实话，你们只是赶上了而已哈，赶上了而已。对，一整就来飞行嘉宾上台一发言，哎呦，我第一次看单口喜剧，我原来从来没看过，从来没看过就能当嘉宾去，真好啊，真好。那我也没参加过音综，也没去过电影节，怎么不让我去当评委呢？哎呦，你要按照这个逻辑，黑灯那最适合当评委呢。大哥，你没看过的可多了去了，那可。真开心，开心啊！当然，最难受的呢，倒不是这些，最难受的就是每次咱们讲完段子，人得跟咱 talk。哎呦，这个环节，这个聊天真是折磨，这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们也不关心我们。你看，你们，咱说心里话，你也不关心我们，我吧也确实不在乎你们。哎呀，那就是硬问呐，我就搁这硬谢谢。哎呀，我的妈！就是一种感觉嘛，行婚确实难受，朋友们，确实难受，确实难受，难受哎！不对，放下，完了，没有意义，咱们快快乐乐的给他讲完啊，快快乐乐给讲完，哎。我感觉朋友们，你看脱口秀综艺比赛10年了，咱就把规矩改一改啊，没有什么意思。你看他老问啥问题，咱们的生活谁关心呢？那5位老师那生活大家都可关注了呢，是吧？咱就玩点大，你看以后咱笑了，光他给咱投一灯，奖励咱问他一个问题，你不就奔着好看来吗？而且咱们脱口秀演员一问就能问到点子上，你知道吧？是吧？我问问郭麒麟老师，怎么那个德云社搭档怎么又拆了？那是怎么事呢？是吧？孟老师，咱更喜欢跑男还是更喜欢桃花坞啊？是吧？你看最优秀的经纪人和最优秀的影视演员姚老师，你说为什么中国电影现在这么多明星，票房靠那个动画片撑着，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我问点这问题啊，多开心！当然了，哎，不光就是我们台前的一些演员和老师，咱这节目幕后的导演组也做了不少努力啊，那我也不能放过他们呢。每次脱口秀比赛都要录那个真人秀，你们知道吗？知道。真人秀是这世界上我认为最假的东西。还记得那个宣传片吗？还大家挺爱看那个选手集结，啊，所有选手去天台上斗志昂扬，我要击败小鹿，击败付航。咱们要拍，咱能不能按照顺序拍？就先集结再比赛。我拍那个的时候，第一轮比完了。就什么概念呢？8位选手淘汰了。哎呦，我这导演就得嘱咐那8位淘汰的老师多笑一笑。龙哥，这段子是给你写的，我懂你啊。不光让人笑一笑，完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成绩，总得让人来看，你说有什么意义？我的妈！我就没见过哪个单位把员工开除了，还让人去年会表演节目的啊！哎呦，全是真人秀，完了动不动一个选手讲完了是吧？庞博就是特别煽情，既然你讲了这个段子，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夸大屏幕放一个照片，
哇，那选手回去看照片，哎呀妈呀，你们把这照片怎么拿来的？不就你给的吗？哪来的？那还哪能找来这照片啊？他妈，导演组派小偷去你家偷的，我的妈！那爷们儿啊，哎呦，我看今天蒋龙老师还来了是吧？蒋龙老师来有什么意义啊？是看庞博跟你的主持差距吗？那是，真好，真好，张嘴就来啊！我们最后朋友们，你看脱口秀比赛是不是快10年了？是不是大家每年都怀疑每个环节有内幕？你看这玩意儿无从验证。我想了个招儿，咱最后一轮，我这是本年最后一个段子了，在线上，哎，咱们能不能陪我玩把大的？我想想就兴奋，哎，真的朋友们，我当时想的时候半夜2点、4点都没睡着觉呢。所有投票机的朋友们，哎，咱把票全给我灭了。比赛10年了，我没见过零票长什么样。哎，朋友们，咱玩起来，这够意思，咱全灭了。零票，我跟你讲，朋友们，能创造历史。哎，你看这一箭3雕，它既能验证咱们就没有内幕，第二，咱也能创造脱口秀历史，第三，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谁夺冠，他得老难受了，他得。全灭了，来，咱就玩把大的，朋友们。你告诉我，冠军有什么意思？冠军1年能出来俩，对吧？那你创造脱口秀历史0票，我靠，太帅了！我不管谁夺冠，他得想我怎么没想到这么玩呢？啊！3、2、1，请灭灯！谢谢大家，我是安静，谢谢。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翟佳宁这个。只有冠军很难受吗？我觉得第4名也会挺难受的。但其实我们这个顺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跟大家商量过，是我主动要去接他的，因为我是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不会被他影响的人，因为我这段表演没有梗啊，他影响不了我。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大家认真听就行。我刚辍学那半年，我真的是有很严重的被抛弃的感觉。我反复跟我爸妈确认，学校真的抛弃我了吗？老师真的没有找过我吗？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父母的肯定。老师不理我就算了，半年内没有一个高中同学问过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每天就盯着我的 QQ 发呆，我希望有人可以找我，没有，一动不动。从那时候，我就讨厌腾讯。去年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很想回一趟母校。其实我还是很想看我的老师，我其实没有那么怨恨他，而且我也很想念我高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食堂。2中食堂有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鸡蛋饼，我很想念它。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饼。我联系了我的高中班主任，说想看望他，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可以理解，毕竟我也算是个明星。荣归故里，谁不欢迎呢？当时去了学校就看望老师，我带了一箱水果。老师看到我拿水果还说：“哎，他还带东西干嘛？人到就行了，你赚钱也不容易。”我心想，确实，一个明星确实比水果更重要。当时心里暖暖的，老师还是心疼我。我赚钱明明很容易。但到了办公室跟老师聊天，老师很关心地问我工作怎么样，找对象了吗？还让我减减肥，完全没有一点八卦脱口秀的意思。我一想呢，不愧是政治老师，真有边界感，一点都不八卦。我再聊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我老师完全不知道我讲脱口秀的事情。他以为我还干门窗呢，怪不得说我赚钱不容易，怪不得我一进来就跟我说：“哎，学校刚换了门窗啊，别担心，老师门都挺好的。”我只能假装不经意的提我上节目的事儿，没想到老师他就特别激动，他说：“哎，我看过脱口秀。我看过付航，我看过小鹿，我看过黑灯，没了。”我说：“你要不再看会儿呢？再看就看到第4名了。”
我们节目脱口有这么长吗？我本来也不好意思当他面说我讲脱口秀的事儿，那老师很激动，他就一定要找出来，我就找了我第一段脱口秀去年的胖子门窗给他看，老师看了半分钟说：“哎，不对，这个人我也看过。哦，你也看门窗，你也是长哦，你也是刘仁成。”老师发现我讲脱口秀之后就很开心，跟他办公室其他老师一起分享。那一刻我有点恍惚，我觉得时隔10年，我终于获得我老师的认可。但在我心里，我还是没好意思问出那个问题，就是当初为什么没有回来找我？旁边老师也正好就是问他，哎，这么好的学生，当初怎么不上大学呢？老师说啊，是啊，多可惜啊！当时我给他家打过一次电话，他父母说他当时想好了不上了，只能放弃了。我在那一刻才知道，其实我老师回来找过我，是我的父母没有告诉我。我爸妈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当时瞳孔地震，但老师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只能表面云淡风轻的跟他聊天。离开后才发现，真的失态了，鸡蛋饼都忘吃了。我也从那天才知道，原来我爸妈隐瞒了我，很残酷，就是有这种被父母欺骗，还有一点背叛的感觉。回到家，我面对我妈做的香喷喷的可口的饭菜，我的胃口还是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全吃完了。我父母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他们可能会看节目才知道这个事儿。但我并不生气，我实在是告诉他就是我并不生气。当然辍学是我提的，我父母做了他们觉得对我最好的决定，他们是为了我好。大家也不用可怜我，真的不用可怜我，我现在赚钱很容易，这就够了。而且我回想了一下，这个事我也有责任。那时候我跟我的父母在互相试探，我经常没事就问我妈，老师找过我吗？我妈说没有。那你后悔了吗？那没有。所以我父母他不是放弃了我，他是被我的演技给骗过去了。我不是被抛弃了，我只是跟七七一样，我们演戏太好了，我们是太好的演员了，我就该讲脱口秀。而且我其实是个二胎，当初我爸妈因为我被罚了5000，我爸妈也想抛弃我，他们可以从源头上抛弃我，他们可以响应国家政策抛弃我。其实我之所以没对父母产生什么情绪，就是因为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如果我现在因为辍学或者穷困潦倒，在最绝望的时候得到这个消息，可能也会黑化。从那天开始，胖子门窗再也不上门安装了。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开始人生新篇章。第1章，成人高考。当我遇到脱口秀，我人生前20年都是自卑度过的，直到我遇到脱口秀，我终于有了一些值得自豪的事儿。我有了很多演出，我出了专场，我上了节目。我一直感觉脱口秀像一个慈祥奶奶给我喂饭一样，跟我说：“孩子，够了吗？孩子，要不要再吃一点？”我一边摸肚子一边说：“真的都给我吗？我是一个江西人，我从小就是外地人，我长得不好看，小时候的衣服很脏，我很胖，我学历也很低，我连话都说不清楚，我真的值得拥有这一切吗？”脱口秀武术者跟我说：“你是王炸比赛冠军，你是年度播客主播，你是喜剧之王单口第1季的第4名，第2季的第5名。”刘仁成，你是真的很不错，谢谢大家，我是刘仁成。谢谢阿成的表演。喜欢刘仁成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讲出来，感受如何？其实应该处理得更好一些，更有趣一些。然后我本来是想放到专场里去讲的，但今年我就说，如果真的比到这儿，那就讲出来。这个舞台上能讲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我有很多对父母的情绪都是在节目上说的，然后私下里没有任何沟通过。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跟我爸说过一句我爱他什么的，但我在节目上经常说。挺好。这有时候比讲了多少笑话什么都更重要。几位有什么想和他聊聊的不？有就说，没有我也不硬问了，万一再让大宅攻击我，那是。我觉得你整一季的表演都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我觉得就像可能房主任遇到脱口秀，脱口秀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脱口秀对你来说可能也是一件改变人生的事情。就是我很
开心，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种表达方式，可以让这么多人找到自己，治愈自己，还可以疗愈这么多人，所以感谢他，感谢你们。我就是说，每次都能从阿成的作品里头感受到喜剧的忧伤，但是又有很强的喜剧的力量。你的故事就像是一个渺小的我如何成长为喜剧之王的故事，所以刘仁成，你真的很不错。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对那个翟佳宁说，就是我也很想对他说，就是他看上去是一个糙汉，但是他那个糙是操心的糙，他操心一切，其实他关心一切。然后我特别希望这个世界上多一些像他一样始终能保持愤怒，然后又求真的人，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希望你永远保持愤怒，奋勇前进。谢谢。谢谢老师。我稍微回应一句，我觉得喜剧就是可以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可以像我这样，如果大家觉得有一点忧伤就有一点忧伤，也可以像翟佳宁一样没有素质，都可以，都是可以是各种样子。Hello， 大家好，于洋宇。哎，最后一场了，我也不给你们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我知道你们现在确实不太喜欢看那些流程啥的。我有时候上台就感觉你们那个眼神就是说赶紧打起来。你别自我介绍，我知道你是于翔宇，梗呢。然后我自己平时确实也比较烦一些表面功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有人在你面前抽烟，然后他会装作很在乎你的感受，在那。我本来都没闻到，一三全上我脸上了，就怎么能把这种明明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演成是一种大公无私、乐善好施啊？我这好烟大家都尝尝啊，这就是利群。然后抽电子烟呢就更烦，他觉得这个就不是二手烟，就直接当着你面抽，有时候在办公室抽，在饭桌上抽，你就感觉旁边坐了个加湿器。然后电子烟就是太方便了，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之前很多人用个链子直接把电子烟挂在胸口，我这真的很酷吗？这也太傻了吧！这跟那种把烟夹在耳朵上的土鳖有什么区别？而且为啥就抽电子烟的人这么干？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抽真烟的大哥，在胸口挂一条中华。来，哥们儿，哥们儿。而我有时候现在觉得，这个抽真烟的人都贼勇敢，就大家明知道它非常有害，会肺癌，会影响生育，还是会抽。你感觉大哥在那点一根，每一口就是老子今天就干死我自己，孩子也不要了。我自己家的香火自己踩断。然后我现在自己的工作也很难避免一些碰到一些表面功夫的事儿。然后我去年录完之后还聊了几家经纪公司，然后但是它又不像找工作那样，你有一个明确的晋升渠道，说你可以做主管当经理。对方一般聊的都很虚，就说你签了肯定会更好。没了。我说你好歹给我画个饼的，说祥子你就跟着我好好干啊，让你3年做李诞，5年当李现。然后我做脱口秀也是，有时候大家采访就会说是为了表达，但实际上就是想炸，就是大家反应越大越开心。有时候嘉宾说我觉得于翔宇可能是今年的冠军，我都希望他们直接说我觉得于翔宇是明年的嘉宾。就是台上的人有时候真没那么 real， 挺虚伪的。就我最讨厌的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叫我喊 encore， 我不喊你不是也会出来吗？你最火的歌还没唱呢，我蕊炮都看见了。然后我有次去看演出，就是一直拖，怎么喊都不出来，我地铁都赶不上了。我总不能到时对着地铁喊 encore 吧？一帮人在站台拿着荧光棒对着空空的铁轨 encore。 车开过来之后，司机从玻璃门里缓缓走出，感谢车迷朋友们的期待，真的是最后一班喽。
然后现在有时候你在家看电视也很容易被忽悠。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综艺啊、电视剧那个钱感觉都花在宣发上面了，那个宣发动不动就又爆了啊！这个阅览量、播放量破10亿，不是全中国才多少人呀？按这个数据呢，我姥都得看过这些综艺。老太太在楼下遛弯，收音机外放音综，啊 ，Put your hands up， 我老在那儿。然后还有那些就是做了很多季的综艺，咱们能不能就不要再做了？就是越做越难看，你给我的青春留个美好的回忆不行吗？不是说你把名字缩短，加个年份，它就会变好看。那我明年录节目写不出段子，我就改名。我说大家好，我是翔2026。然后我就发现，你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好像就是你有钱，你就是可以掌握更多话语权。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被骂上过一次热搜第1，啊，然后当时有朋友跟我说，要不要找人处理一下？我一听价格，我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然后你就感觉现在每天在上网看消息的话，每天就是一堆跟你生活没啥关系的破事儿，在那热，爆，官宣。就还不如全放天气预报呢。你官宣40度热爆了。然后你有时候真的看到一些什么明星黑料啊、企业丑闻或者什么负面的事儿，然后你看着看着它就没了，啊，你就感觉好像是在路边看人吵架，然后俩人直接消失了。那我不就更好奇了吗？我更想看了。你这儿搜不到，我就去别的地方搜；都搜不到，我就去看 PDF。然后这种事儿多了之后吧，我现在这个逆反心理就越来越重。有时候每次一有什么事儿出来，我说你既然想让这个事儿处理一下，那我得让你多花点儿，我看看是你钱多还是我话多。我每发一条，你都得多雇俩水军。我每句话的意思都是您破费了。啊，我朋友问我说你抱这个手机干嘛？我说我流量变现。啊，我一句话让一个男人为我花了18万。反正谁要靠撒钱玩劣币驱逐良币，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良币驱逐傻币。